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编号1376。Time needed to inform all employees。通知所有员工的最短时间。题目给我们一个情境，今天有一个公司，假设他有 N 个员工，员工 ID 从0到 N 减1，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大老板的 ID，然后还问我们说，假如给我们这间公司的部属和长官的管理阶级，还有长官通知部属的时间，请问最短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一条消息从大老板然后往下传递到每一位员工？那第一个范例呢，他说这间公司只有一个员工，大老板 ID 是0，因为大老板他已经是整间公司的最上层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在上面的长官管理他，所以这边是负1。那传递时间呢是0，那整间公司只有一个员工，就是大老板自己，然后大老板自己他也没有长官，也没有部属，而且他的消息传播时间是0，所以就返回。那这可以想成是一个简单解，也是一个边界条件，因为一个人的公司其实校长兼壮中，整间公司就是一个人，所以要传播消息的时候，他自己肯定知道嘛，那像他又没有别的长官和部属需要传递，所以这里就是快速的返回的。所以这个范例提示我们在设计演算法的时候，假如看到 N 等于0，代表是一人公司，可以直接 return 0，因为这间公司其实只有一个人，没有别的员工需要传递消息。第二个范例就比较大了，第二个范例它给我们 N 等于6，这间公司有6个员工，从0、1、2、3、4、5，那他已经把2放在根节点了嘛，同时他又说大老板 ID 是2，所以2就是整间公司最上层的位置。他给我们长官和部属的关系，也在 manager 这个表格里面，0的长官是2， 1的长官也是2， 2的长官是负1，因为2是大老板，大老板上面已经没有更大的长官，所以2的长官是负1来表示。3的长官是2， 4的长官也是2， 5的长官也是2，然后消息传递时间0号是0， 1号也是0，因为他们都没有属下了嘛，所以传递是0也合理。然后2号的传递时间是1，因为2号是大老板嘛，他属下有5位员工嘛，所以他传递的时间就是需要一个单位时间传递到下一层，所以2告诉0、1、3、4、5这5员工需要耗费一单位时间。那其他人的话，因为没有更多的属下了，所以其他人3号、4号、5号就是传递时间是0。假如今天讯息从大老板要传递给公司的每位员工，就是往下传递一层嘛，所以最后的最短传递时间就是一单位时间。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说，公司员工可以最少一个人，最多可以10的5次方，所以这个规模已经有点大了，5次方已经到10万，对，最大是一个10万人的公司，或是10万个节点的一个数。然后大老板的 ID 从0到 N 减1都有可能，所以全部的员工里面会挑一个人当做是大老板的 ID， 然后长官的这张表格它的长度会是 N， 也就是从0到 N 减1，每位员工他都会有他对应的长官的资讯。那假如是大老板的话，他就会 mark 成负1，作为一个特别的标记，因为大老板上面没有更大的长官了。他也保证 manager 这个表格，也就是长官的部署的这个表格，长官都一定是合法的 ID， 就是从0到 N 减1，除了大老板之外，大老板的长官会是负1，这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来标记。告知时间长度也是 N， 因为有 N 位员工嘛，告知时间的时间单位最小是0，最大是1000，所以最慢可能会花1000单位时间才通知到下一层。然后告知时间会等于，假如某一位员工他没有属下，这也很合理，因为假如他是第一线最基层的员工，他底下已经没有部署了嘛，所以他的传递时间就是0，然后保证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被通知。那其实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位员工都有纳入公司的阶级管理体系，就是每一个员工除了大老板之外，都至少有一位长官，所以不存在会有断掉的路径，不会有一个员工是单兵作战只有一个人，然后他没有上级长官告诉他，不会有这个情况，每个人都有一条路径可以通知他。那全部的约束条件都看完了，那我们可以怎么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一个数的题目，为什么？因为其实它这边范例2的暗示时间很明显。今天我们把公司的整个体系想成一棵树，那每个员工就是一个节点嘛，每个员工是一个节点，而且可以把上到下的这种管理关系想成是一条有向边嘛。像2号是大老板，他底下有5位员工，5位属下，所以2到0、2到1、2到3、2到4、2到5可以想成是一个属下关系。第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题目刻意不给我们这些有向边，要求我们去反推。那要怎么反推呢？其实就是从长官，也就是从 manager 这张表格可以反推，因为0的长官是2嘛，代表2有一位属下是0嘛，1的长官是2，代表2有一位属下是1。同样道理，3号、4号、5号长官是2，所以代表2号还有属下是3、4、5嘛。所以我们可以从 manager 表格去反向建立上层到下层的管理关系。所以0的长官是2，对，2到0有一条有向边。
一的长官是2，所以2到1会有很多项链，然后2因为是大老板，所以大老板就不会再有更大的管理阶级，这是一个特殊标记。那3号同理，3号长官是2，所以2也会有一条有项链，指向3。4号长官也是2，5号长官也是2，所以2还会各有一条有项链，指向4。所以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建立由上到下的关系，就可以把它建成一棵普通的 tree。那我们就可以从根节点拜访到下面第一层、下面第2层，一直到最基层的员工。那通知时间就是它附带的资讯了。今天大老板的通知时间是1，然后其他的员工各自有各自的通知时间。只是因为范例2到第1层就结束，只是因为范例2第1层的员工下面没有再更多的部署，所以他们是0。那假如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范例的话，每一位员工都会有他自己各自的消息传播时间，一直到最基层。在最基层的时候才是0，才会停下来。好，那我们来统整一下刚刚整理到的资讯。刚刚已经讲到可以把整个公司的管理体系看成是一棵树，所以管理阶级就是树。那谁是根节点？根节点就是大老板嘛，大老板就是我们的 root node。那谁是子节点？子节点就是对应的部属嘛。那谁是副节点呢？或是说父母节点？那就是对应的管理阶级嘛，就是长官嘛。OK， 那所以现在抽象的想，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对于任何一个中间的某一个员工 I 来说，他会有一个对应的长官嘛，扣掉大老板之外，每一个员工都会有一个对应的长官，然后每个员工还有他对应的属相嘛。所以今天到员工 I 这一层的时候，其实前面已经有一个传递时间嘛，这边用符号题来表示。那从员工 I 这一层传递到他的属相，是不是就要再加上 inform I， 就是员工这一层的消息传递成本？所以总的来说，从最上层一直到员工这一层的时间是 T， 员工这一层到下一层是 inform I， 所以从最上面那一层到属下那一层的时间总和就是 T 加上 inform I， 前面上面这一段是 T， 下面这一段是 inform I。那所以每个节点会需要2个参数，一个是员工 ID 嘛，现在这个节点是谁，代表是哪一位？那还有对应的时间戳记，现在传递的时候到第几个时间单位了？那初始化的时候怎么写？初始化其实很好想，因为今天消息一定是从大老板那边传过来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根节点嘛，一定是从根节点开始扩散消息，所以开始带入 ID 就会是大老板的 ID， 而且这个题目一定会给。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时间参数，时间一开始一定是从根节点开始传递的，所以起算就是从根节点，也是从大老板开始计算我们时间，所以一开始初始化那一层你去传递进去，非常容易。那讲到数的探索或是图的探索，很基本就会有2个演算法映入眼帘，一个是深度优先，一个是广度优先。那这一题呢，2个都非常简单。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整个演算法架构，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实码实现。像一开始刚刚我们提到的，把整个公司的管理阶级想成是一棵树，根节点就是大老板，就是最上面那一层的那个人。那子节点就是对应的部属，父母节点或者讲副节点就是对应的长官。那一开始我们需要反向建立部属的关系嘛，因为题目只有给我们 manager 表格，那可以怎么建立呢？当今天 A 是 B 的长官，代表 B 是 A 的部属嘛，所以我们可以反推这一层关系，去建立部属的表格。第二层就是使用广度优先或者深度优先的消息传递，从大老板就是从根节点一直往下传递，那大老板那一层的初始化时间就是0，然后每往下一层就会加上对应的那一层的 inform， 也就是消息通知时间的成本。最后一点就是最长那一条的传递路径就会是我们所需要的最短时间了。如果今天题目问的是传递到每一位员工，所以最长的那一条路径就会是我们的关键路径了。那关键路径的长度，也就是关键路径的时间成本，就是我们所需要传递消息的最短时间。好，我们先来看源代码实现。一开始有一个简单解，也可以讲的是边界条件可以优先处理，就是当今天公司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人公司，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整间公司只有老板一个人，那就是直接返回了，因为这间公司没有其他人嘛，所以也不会有时间传递成本。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反向去推导部属的关系，那部属可以从长官去推导嘛，今天从0拜访到 N 减1，假如他的长官不是负1，代表他是其中某一位员工嘛，所以长官和部属的关系就可以反向建立。A 是 B 的长官，那 B 就是 A 的部属，所以 I 今天假如有一位长官在上面，那长官对应的部属就是当下这个 ID。接下来我们就从根节点开始传递消息。前面刚刚在这边讨论的时候已经示意过，一开始的初始化很简单，一定是从根节点开始传递消息，所以 ID 就是放大老板的 ID， 时间就是放0。那讲到广度优先，就会想到探索 Q， 探索 Q 里面放的就是我们的起始点，起始点就是根节点，根节点就是大老板，所以这边就是放大老板的 ID， 一开始的初始时间是0，然后一层一层往下传递消息，从大老板开始取出每一位对应的员工，
那每一位对应的员工，他会有对应的时间戳记，所以到每一层就跟一开始的 max time 做一个比较，假如比 max time 还大，就更新成最大的值，因为现在关键路径是最长那条路径，最长那条路径的时间就是我们所需要传递消息的最短时间。好，接着一层一层往下传递，现在当下这位员工他也会有他对应的部署，所以从当下这位员工开始往下传递，那对应的时间就是当下员工的时间加上他通知属下的时间，所以就是当下的时间 t 加上通知属下的时间，那最后总时间就会是 t 加上 info i， 然后再传递下一层，下一层也是以此类推，一直迭代到最后一层最基层员工为止。那最后 max time 也就是最长路径的传递时间，就会是我们所需要的最短时间，才能把消息从大老板传递到公司里面的每一位员工，也可以讲从根节点扩散到每一个节点。好，这边是 BFS 的演算法实现，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对应的深度优先的实现，也很简单。一开始一样会有一个快速的边界条件，也可以说是简单解的检查，就是一个一人公司，也就是只有大老板自己，没有别的员工，所以时间就是0。同样会有一个部署和长官的表格的反推，我们从长官的管理秩序去反向建立部署的表格。A 是 B 的长官，那 B 就是 A 的部署，所以今天 I 也会是对应长官的部署。接下来就是消息传递，同样的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员工 ID， 一个是员工时间。那 base case 就是终止条件，非常好想，就是当今天已经抵达最基层的第一线员工，已经没有更多的属下，那这时候传递成本是0。那假如他不是呢？假如今天是中间的某一层，那就从这一位员工的部署开始传递。每次传递的时候，放入员工的 ID， 还有员工需要的时间成本，就是这一位员工的时间 time t 加上应奉的成本，就是刚刚看到的，当下这一层的时间成本是 t， 加上通知下一层成本是应奉 i， 所以传递到下一层的时候，就会是 t 加上应奉 i， 就是下一层的成本，所以 t 加上应奉 i 就是下一层的成本。那最后更新时间的最大值呢？时间的最大值就是员工的传递时间，那总时间就是属下的传递时间加上我传递给属下的时间，这两段加起来就是总时间成本。那最后取一个 maximum 做一个最大值的更新，最后返回的就是我们的最长路径，也就是关键路径的时间成本，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最短时间，才能从大老板扩散到整间公司，也就是从根节点开始扩散到每一个节点。好，那我们现在快速提交及测试我们的源代码。好，这边示范的是用广度优先作为示范。好，没有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高效，时间上是 PR74，空间是 PR53的演算法。最后我们来分析复杂度，复杂度怎么看呢？其实复杂度分析很好想，时间上来说就是我们的探索整颗数的成本，所以今天不管是广度优先或是深度优先，其实总时间成本就是探索整颗数。因为题目要求的也正好是从大老板传递消息到每一位员工，那对应的就是从根节点扩散到每一位子节点，所以总成本就是 big O N。那空间呢？空间就是对应的广度优先 Q 的大小，或是讲深度优先递回呼召的最大高度，那也是 big O N， 因为我们最大成本就是拜访整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与讲解。然后这边强烈建议，假如正在学习图论或者是二元素相关的同学，可以接着练习104号这一题 maximum depth of binary tree， 这一题也会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广度优先或是深度优先的演算法技巧。好，以上是我们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有想要讨论或者发问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也非常欢迎你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和朋友。最后不要忘记按赞、打开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今天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拜。